那根缠住脚踝的玩意在河水的波动里逐渐现出形态，和斗了半天的触须形状类似，却更粗壮更扁一些，尖端生着倒刺，底部向下延伸，一直连到一块黑乎乎的泥巴团上。而那泥巴团正在大梁木撬动之下缓缓上浮。魏无羡心知这便是溜了一晚上的蚌母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不抵抗，任凭蚌母拽着他持续下潜。当距离渐近，蚌母终于现出了全貌，着实是只庞然大物，外壳附着厚重湿泥，至少有半丈之厚，呈半扇之形，横幅几乎与梁木等长。那紧闭的蚌壳缓缓张开，露出乌黑腐臭的内部，角颌部长满层层的獠牙，只等猎物落网。可几番吸张之后，蚌母似乎又觉得光靠触须不够快，干脆猛地一吸，水流骤然加速，带着魏无羡风驰电掣一般向满是獠牙的蚌口撞去。魏无羡气沉丹田，将随便向远处一抛，空出双手，用巧力求水。即便在劣势之下，他依然不减灵巧，游鱼似的翻了个身。原本他被触须拽着下潜，这么一翻，在水中变作倒立，头下脚上的姿势。触须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拽得慢了一瞬，魏无羡趁机用出近身打斗的缠功，双手合抱，锁紧足有碗口粗的结节，同时双腿交错盘紧，腋下与手腕同时发力，借脚腕的一点支撑，将整条触须死死锁住。虽说触须被一时锁住，可却不能改变魏无羡的险状，更何况这玩意浑身都是软骨关节，有10000种办法把人甩出去，机会只有一瞬。远处那看似被随意抛出的随便忽然灵光大盛，反身杀了回来。距离给了加速足够的时间，就在触须被绞住，无法隐匿和躲闪的这一瞬，灵剑带着不可抵挡之势汹汹而至，将这拖人下水的罪魁祸首斩成了2段。一击得手，魏无羡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触须虽然断了，断下来的小半截却没有立刻松开他的腿。一方面尖端的一节本就生着倒刺，另一方面这样的软体结构受了刺激，反而会缠得更紧。但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，拖着残肢拼命向上求水。带着犀利的漩涡还在，饶是他水性再好，人力终究拼不过怪物，好不容易稳住了平衡，却被那回过神来的蚌母再次用力一吸，下沉的速度不减反增。那带着獠牙的蚌口近在咫尺，眼看着躲是躲不过去了。魏无羡没有更趁手的撬棍，只能拼着兵器折损勉力一试了。既然打定主意，便顾不得心疼灵剑，将随便数持在手，努力稳住平衡。激流的冲刷之下，五脏六腑隐隐作痛。魏无羡心道，不知道蓝忘机待会还有没有力气把他从蚌母壳子里拖出来，要是不行，这憋在肺里的一口气儿恐怕还要省着用。秉持着这样的想法，他一边暗暗蓄力，一边十分精打细算地吐出了一颗十分细小的气泡。那小气泡逆着旋流而上，转眼的功夫便飘得不见踪影。水面上似乎起了什么波澜，然而水下的人却一无所知。那蚌口已经足够近了，为了降低蚌母的警戒心，魏无羡攥着连招的剑诀，等着到内里发大招。正在这时，一道亮蓝色的光芒倏然一闪，擦着他的身边倏然而过，正格挡在尖锐的獠牙之上。再一闪，那獠牙已被砍碎了数颗。蚌母吃痛的咬合，却咬了个空。碧尘险险穿着怪口过去，再从另一面穿出，绕至上方，冲着蚌壳狠狠一劈，引发一阵剧烈的乱流激荡，也将那犀利无穷的旋流搅乱了。一片混乱之中，魏无羡倏然瞪大了眼睛，唇边飞泄出一串细碎的气泡。什么憋气，什么省着用，什么用随便当支撑，所有的念头都因唇瓣上过分柔软的触感而化为一片茫然。什么？蓝湛怎么来了？还距他如此之近，近到那卷翘的睫毛根根分明，近到鼻尖碰到了鼻尖。他被拖下水的时候没慌，卷入漩涡的时候没慌，差点落入蚌口也没慌，却在这一刻，这一刹，这一秒，他慌了。可惜那轻软的触感只有短短一瞬，下一刻下唇便被狠狠咬了一口，舌尖毫不留情地挤进唇瓣，齿关被撬，补过来的是带着些许冷香的空气。魏无羡被蓝忘机单臂固住，待那气息补了过半，才肯把人放开。唇分之时，蓝忘机似是怕他惊愕过度，还特地用手虚虚捂了一下，提醒他不要漏气。魏无羡心里既无奈又莫名有些高兴，
虽然和他预想当中有出入，但蓝忘机来救他了。魏无羡精神抖擞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冲那蚌母就是一劈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收拾了大河蚌，好上去谢谢人家。随便灵光闪烁，砍在碧晨剑劈过的地方，那蚌母的外壳坚硬厚重，饶是连续被灵剑接连劈中，也不过是将表面的湿泥砍碎了几层，蚌壳毫发无损。但这样一来，遭受攻击的蚌母便将巨口死死闭合，既无法用扰人的触须攻击，也不能用利齿咬人了。随便一击得手，绕着碧晨上下翻飞，碧晨倏然而出，再次砍下。同时蓝忘机也瞥了魏无羡一眼，伸指向上，示意他上岸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冲蓝忘机眨了一下右眼，驱使随便飞速赶上，又轻轻撞了一下碧晨。昏暗浑浊的河水中，魏无羡看见蓝忘机双眼微微眯起，不及领会其意，蓝忘机已经躬身下前，将缠在他小腿上的触须慢慢解开。魏无羡心里一动，拉过蓝忘机的手，飞快写道：“水上无人。”蓝忘机微微摇了一下头，魏无羡了然，又写道：“幻象。”他也不放开，继续拉着蓝忘机的手，同时御使随便换了个方向，不再自上而下，而是绕到更深的水底，避开大梁木撬动的支点，改为劈砍下方的蚌壳。随便刚劈了一下，碧晨已紧随而至，双剑再次轮换劈砍，将蚌母连接到河床的湿泥尽数砍碎。如此接力了小半刻，蚌母终于渐渐被敲到了浅水。眼看水面将近，魏无羡想着蓝忘机渡了至少一半的气息给他，便回身抱住蓝忘机，用全身的力气向上一推，把对方先一步推了上去。反作用力之下，他不由自主下沉了数米。等他自力求水浮上去，胡乱抹了一把脸，还不及畅快的深呼吸，才发现手里竟多出来一根长带子。这是什么？纯白的带子，质地极佳，上头绣着精美的云纹，怎么看都不是属于他的东西。魏无羡四下寻找，果然蓝忘机正从数米之外向他游来，额上那总是记得板正的抹额却不见了。一波水浪掀起，隔着浪头，他冲蓝忘机摆了摆手，把抹额往怀里一揣，大叫道：“你去帮忙撬梁，水中有我。”那蚌母嚣张了月余，一朝落雨潜水，攻击的狠度下降了不知几个档次。魏无羡一人应付绰绰有余，所以蓝忘机果然没再追下来。魏无羡隔一会便像敲木鱼似的敲敲蚌壳，几前几伏之后，增援逐渐赶到，天上和码头也渐渐热闹了起来。待那蚌母被敲出了水面，魏无羡张目四顾，才发现原来不止云深不知处与莲花坞的弟子，驻扎在驿站的仙门全都赶来了。有了这么多人，魏无羡便没什么插手的机会了。正巧寿师弟带着几套备用的干衣服，他先寻了僻静之处换上，特地翻出一套自己还没穿过的新衣裳，回去找人。码头附近的山鬼与凶尸已经被仙门众人合力驱赶一空，巨蚌也被副仙王捆了起来，魏无羡却始终没寻到想找的人。不知何时，河边里3层外3层围了一圈人，中央空出一小片空地。魏无羡踮起脚瞅了一眼，中间站着的不是旁人，正是便寻不见的蓝忘机。一袭夜风拂过，魏无羡打了个哆嗦。他虽然冷，好歹换了干衣服，可蓝忘机还浑身湿漉漉的冻着呢。他也顾不上别的，一边大声吆喝：“开水来了，快让让！”一边奋力分开人群，向中心挤去。可惜他这声吆喝不仅没人理会，反而被更大的嗓门压了下去。有人道：“恭喜韩光君再除一害。”又有人道：“姑苏双璧，当真名不虚传。”遇见引怪的一名姑苏弟子诞生道：“各位，此蚌乃是我们与莲花坞合力捉拿，并非云深不知处一家的功劳。”一个老成些的嗓音用很是鄙夷的语气道：“莲花坞，那个偷鸡摸狗的大弟子吗？道友，奉劝一句，不要将功劳分给不相干的人。如今大家都在忙着善后，可莲花坞弟子呢？我可一个都没见到。”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说：“见什么？怕不是自觉拖了韩光君的后腿，至于见人躲起来了吧？”魏无羡不提防听了一耳朵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说的可有点过分了。即便捉蚌大半算韩光君的功劳，他好歹也帮上了一点小忙吧。虽说后面的确拖了韩光君的后腿，但寻大梁木、布置陷阱、找人增援，
他带来的几个师弟们，即便没有功劳，也该有一份苦劳。却见人群当中，白衣少年凛然而立，衣衫尽湿，却丝毫无损风姿，冷冷道：“此战，魏婴应居首功。”音量并不洪亮，却清楚至极。有人干笑两声，韩光君真是客气，哈哈，并未客气。气氛一时冷凝。魏无羡趁势推开挡路的人，笑嘻嘻道：“闲话什么时候不能说，何必急于一时？韩光君除暴毫发不伤，却被你们围着，冻感冒了，谁来领这个罪过？”四目相视，那双浅淡的眼眸飞快闪过一丝波澜。魏无羡还来不及细究，却被蓝忘机一把拎起来，御空踩剑而去。小山坡顶还是那块需要挤着坐的山石，不同的是，地上生了一堆取暖的篝火。蓝忘机披了一件莲花雾的弟子衫，本就白皙的肤色被深色一衬，更添了几分俊美。魏无羡叨叨念念地给蓝忘机擦头发：“太晚了，驿站那边肯定还得闹许久，也没半个能主事的大人，没人顾得上咱们。先将就随便擦擦，再有小半个时辰就天亮了，咱们去客栈包个房间再洗。”蓝忘机把干布拽下来：“先擦你自己。”“啊，我不用，之前在祠堂罚跪了3天3夜都没事儿呢。”“嘿嘿嘿。”“伤势如何？”“什么伤？”“你的腿蹭破了点皮，没事。”魏无羡说着，把裤腿拉上去了些，脚踝上一圈青紫的勒痕，倒刺勾起的小伤口已经止了血，看似凄惨，却不算严重。蓝忘机弯腰仔细查看一遍，才绷着脸坐回来，好半晌：“旁观论评，不可为信。”“啊？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带我回去，请兄长公示天下。”“公示什么？本来就是你的功劳，谁也抢不走的。说到这个，蓝湛，等此事了结，我能去姑苏找你玩吗？”蓝忘机目光微微一闪：“你来。”“不止我要去找你，你也要来云梦找我，我带你去摘莲蓬、摸鱼、打山鸡，带你吃遍云梦美食。”“嗯。所以那个……”他从怀里掏出手帕和抹额，磨磨蹭蹭地道：“这2件东西，能不能先放在我这儿？等你什么时候来赴约，我再还给你。”魏无羡看到蓝忘机十分明显的一愣，顿住了，停了好一会，久到他以为那块手帕或者抹额都是蓝忘机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舍不得给他。下一瞬，那冷淡的容颜好似冰雪消融，嘴角翘起了一丝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细微弧度。他听见蓝忘机道：“好，都送你。”旭日东升，雾气将散，篝火渐渐熄了，却没有任何人去理会。唇齿的触碰绝非一时兴起，更不再为了度气，却让彼此的气息蔓延交融，酝酿出了比蜂蜜更甜美的滋味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